现在夏天来了，修空调的也越来越多了。我平时在修空调的时候，遇到最多的故障就是漏冷媒。刚好我后面这个车的冷媒已经漏完了，今天我就用我学到的知识来拍一期如何检查漏冷媒。空调检漏的方法最常用的有3种，第一种就是用打气泵打气，然后用喷水壶喷水测试。第二种方法就是用冷媒检漏仪。第3种方法就是往空调里面加荧光剂，哪里漏哪里就会发光。现在我就教大家第1种方法。第一步，先把空调表接上，这个红色的接头接高压管，高压管比较细，空调启动的时候温度很高，不能用手摸。这根蓝色的接头接低压管，低压管比较粗，但是接头比较细，空调启动的时候可以用手摸，摸起来的感觉就是冰冰凉凉的。然后把接头接上，阀门扭到底。现在中间还剩一根黄色的管子，是用来打气或者加冷媒的。这个打气泵有2个孔，这个是吸气，这个是出气，用手摸一下就能感觉到。现在把黄色的管子接上打气，把高压和低压的开关都打开。现在正在打气，气压已经达到了15巴。现在把高压和低压的开关都关上，然后等待几分钟，看这个压力表会不会下降。如果下降的话，就是有地方漏气。现在压力已经下降了，真的有地方漏气，而且漏得还挺快。现在倒一点洗衣液在喷水壶里面，如果等会有地方漏气的话，就会冒气泡。把气打满，像这种接口的地方很容易漏，直接给它喷点水上去。如果漏气的话，就会冒泡。这里还有一个接口，这个也不漏气。然后检查压缩机，空调泵主要是检查管子接口，还有皮带轮也会漏。像这种缝，还有这一种缝都是很容易漏冷媒的。现在在检查冷凝器和干燥瓶，把保险杠拆掉更方便检查。然后喷水检查冷凝器，这个上面全部都要喷上水，如果有漏气的地方就会冒泡。这种方法只能检测正面，检查之后冷凝器没有漏，但是我发现这个干燥瓶不对，这上面有很多油泥，应该就是这里漏。喷水试一下，看到了吗？冒泡了。那么像这种地方漏气应该怎么维修？首先用气枪把上面的水去干净，因为空调管道是不能进水的。空调的管子要是进水了就会结冰，造成冰堵。现在需要把这根管子拆掉。拆之前要先把气压全部放掉。这种地方漏气一般都是密封圈老化了，换一个密封圈就可以了。像这种密封圈我们有很多，这一盒子都是，找到一颗一样大小的把它换上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密封圈装上，再抹一点冷冻油在密封圈上面，这样好插进去，不会被挤压坏。现在漏气的地方已经修好了，但还需要打压测试，主要测试刚刚修的这个地方有没有修好，或者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漏气。气压达到15巴，把开关关上，然后等待半个小时，压力表还是没有变，说明没有地方漏气。千万不要把气压放掉，因为可能还有一个地方漏，那个地方就是气门芯。现在把接头拔掉，检查气门芯，没有冒泡的话就说明不漏气。现在确定没有地方漏气了，就可以把气压放掉，抽中空，加冷媒。你们要是想学更加完整的，就去我视频下方购买课程吧。我自己带的机油可以在这换吗？可以的，你把车开进去吧。多少钱？自己带的机油50块钱。机油滤芯带了吗？带了。好，就停这里吧。我自己买了一个抽油器，你帮我看一下能不能抽干净。如果能抽干净的话，我以后自己可以换机油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先用这个抽，然后再把放油螺丝放掉，看一下还有没有机油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行，那我先给你抽试一下。有4根管子，2根粗的，2根细的，这个就是抽油的。你这个买来多少钱？几十块钱。几十块钱。先把机油标尺拔出来，找一根合适的管子插进去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抽了。还挺累的，看一下抽了多少了。现在到这个位置了，再继续抽吧。这个车应该有3.5升才对。这里面已经有气泡的声音了，说明快没有了。这根管子稍微插深一点，或者拔出来一点，有时候插得太深了，它反而会翘起来。好像已经没有了，再看一下，到这个位置差不多是3.8升，应该是抽干净了。我来看一下，你看都抽了快4升了。好，我要把这些擦一下。
好的，我现在就给你看一下。拿一个盆接着，有可能还没有抽干净，还有一点点油，其实也算是抽干净了，差不多了，把螺丝扭上吧。还放出来多少啊？给我看一下。放出来一点点，好像也不少嘛。还好啦，这一点点很正常的。那我要把这个放好，以后我自己都可以换机油了。那你还要学一下拆机油滤芯，机油滤芯不好拆，这个就是机油滤芯。你把扳手给我，我试一下。给你手套，你扳手放反了，用力用力。等一下，我拿个盆接着，它会漏机油的。这个新的给你，新的密封圈上面抹一点机油，下一次更好拆。然后用扳手扭紧，不用扭太紧，差不多了。最后把机油加上，这个机油是4升，你要稍微留一点点。还有半升。然后把机油标尺拔出来看一下够不够，加到这2个点中间往上一点点就可以了。你去发动一下，最后再检查一下机油滤芯和放油螺丝漏不漏油。没有看到地方漏。这个抽油器挺好用的，但并不是每一辆车都能抽干净，有少部分车型这根管子插进去可能插不到底。好了，这个我要拿回家了，你要用的话你自己去买一个吧。坐稳了，走了。前面那个就是你的车吧？对呀。怎么还在冒烟？今天下雨，但是这个车主的车却坏在路上不能开了，所以他骑电瓶车带我过来给他看一下。你听，这里面还在冒气泡。现在温度有点高，再等一下吧。我好端端的开的，温度怎么会高呢？可能是风扇坏了，也有可能是没水了。那我先去吃饭，修好了你给我打电话。好的，你去吧。先试一下发动机能不能正常启动。没有问题，现在已经不烫手了，水箱盖已经可以打开了。这里面没有水了，给它加点水。它这个水箱很脏，里面的水都是黄色的。我这一桶水都加完了，应该是有地方漏，但是水箱里面的水没有少，说明只有发动的时候才会漏。这个水没有往下降，说明没有地方漏水，有可能是压力不够。现在给它把水箱盖盖上，现在就等水温表到90度，温度已经在慢慢上升。现在温度已经90度了，水温也开始报警了。前面已经开锅了，好危险啊！原来这个水都是从这里漏出来的。风扇没有转，这么高的温度，风扇居然没有转。现在我怀疑是风扇坏了，但是拆风扇比较麻烦，要先把大灯、保险杠和水箱拆掉才能看到风扇。这个就是风扇的插头，现在把它拔下来看一下有没有电。这里面很多泥巴，有电的13.5伏。有可能是这里面的泥巴太多了，所以导致接触不好。现在给它剪断，直接接上。如果还是不行的话，就是风扇坏了。现在再去发动一下，等温度到90度，看一下风扇会不会转。现在又开锅了，风扇还是没有转。再量一下有没有电，有电的13.5伏。现在可以确定是风扇坏了，我要给它把风扇拆下来。下雨了，这段时间是雨季，随时都有可能下雨。还好我今天带了雨衣。现在把冷凝器拆掉，冷凝器就先往旁边放一下。这水箱的温度还有点高，现在还不能直接打开水箱盖，用水直接浇在水箱上可以降温，然后用毛巾堵住。水箱盖打开之后一定要迅速躲开。这里面已经没有压力了。现在把连接水箱的水管拆掉。终于拆下来了。如果直接接电瓶都不行的话，那就真的是风扇坏了。没有反应，那就需要换一个风扇了。给老板打一个电话，老板，你的车风扇坏了，